大家好，我是钟子通。新的一年就让我来送上一些我喜欢的作品推荐给各位，希望大家会喜欢。首先第一部呢就是 SONE 565，去年 S1 推出的可以说是去年阵容最豪华的共演 SONE 560。那大家应该可以理解要凑齐这种黄金阵容，不管是时间、场地、资金等因素都要到位。就像美国奥运篮球要组顶级阵容，就得有人登高一呼，搭配黄金教练团，还要当下没有伤兵问题。从这样就应该就可以看出 S1 用这2部作品展现自己实力的野心。那上一部主题是超豪华大后宫，这部则是风俗大后宫，分成了好几组来进行各种风俗服务啊。不过本作就没有上一部那个24人大车轮。我个人觉得最实用的莫过于田野优、神乐桃香还有5条链的匈奴人组合，这个3人夹击泡泡浴的视觉冲击真的只有高而已啊。那本作也缔造另外一个传说。日本第一上单河北自从前作独自上2楼的快活之后，这部又创造出明明跟本相爱还有金松纪部同组，却自己躲进魔术大空间 solo 的桥段，只能说河北小姐真的比较内向。好，那接下来这部 SONE 614就会从去年年底震撼到今年开工啊，号称业界100年难得一见超顶级新人濑户环奈。不管是写真界跟 SNS 的相关操作，都可以看出大家是真的投注一堆资源在他身上，各界关注度可比 Cooper Flag， 但这也不让人意外啊，毕竟顶级颜值再加上 J 罩杯凶猛又没有多余赘肉的身材，这种极品就像他今天接到电话问你当期单换 AD 要不要，完全没有拒绝的道理。实际看到作品内容也是令人满意，确实脸蛋优身材好，就算 S1 拍摄内容再清水，都可以保证他上半季绝对霸榜。不过我个人觉得稍微差一点冲击性。要说要让我从出道作品就完全臣服的，还只有3个人，分别是宇都宫子苑、Rion 以及安斋拉拉。那接下来呢，这部 PRED 733又找来了三岸启花跟伊藤舞雪，这2位可以说是业界解系堪称无敌的存在啊。这也是他们2人在 CAWD 386后再度合作。那三岸小姐当初曾经讲过啊，在共演的时候，她会去观察合作对象的演出。然后心中就会产生不能输的想法，演出也特别起劲，然后2个人的创意还会激发出更多火花。这部也是一样，2个人不断互相较劲，只能说啊，男优才是最大赢家啊。紧接着是 ACHJ058 小花暖的新作品，移籍到马丹娜之后，尽显肉食本色的一部，镜头上也是极尽的展现它的丰腴肉感，冲击力特别强。如果你是箭在弦上的话，个人觉得就绝对不能错过这一部。接下来是我觉得这部最可爱的一部作品啊，是 SONE 523，第一人称跟喝醉的米鲁互动，只能说那个表情真的是小恶魔这个词简直就为了它而存在的非常推荐看就对了。那接下来我会推荐这部 IPZE 456，原因很简单啊，风花恋也终于演出这个超商小偷被抓包的系列了。那这个系列最经典的环节，相信大家也懂了，不是女优跟男优之间的碰撞，而是女优跟铁柜之间的冲撞，这次也是冲击力道十足啊。再来就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即使下个月就移籍到马丹娜也完全不奇怪。奥田孝现在演人妻是真的很有韵味，像这部SONE 522，看他奋力的摆动的肉体，真的是让我有某一个部分也觉醒了。因为这个月还到 Moody's 演出漫改作品 MIMK 190，当初小田优也有演出同一部的改编，大家可以做个比较，可以说是各有特色，2部我都推荐。再来则是八木奈奈演出的新作 MIDB 954这个 Dream Woman 系列，如果看片资历稍深一点，应该就有印象。这个系列上一次出片已经是10年前了。这次作为八木的5周年解禁作品，可以说是相当合适。那解禁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摩阿明转导灰，看着整张可爱的脸蛋都被液体给掩盖住，真的会有一种玷污的美感。喜欢看这种戏码的就千万别错过。接下来则是惠理的新作品 JUR131，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日本的成人电影院看过啊？上野那边我记得就有，氛围很像异世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本作舞台就设定在这边，到电影院的惠理被周遭的咸猪手给挑动，陷得越来越深啊。肉戏的镜头非常精彩，尤其是他在影厅中清洁罗珊的
那一幕真的很神。接下来我们看的是 SON1525，紫光真的非常神奇啊，做了一对应该是目前最不科学却又最科学的大白兔，有人无法接受，也有人觉得变得更赞了。那这个月只是号称用1000万日币就能把它包下一晚，体验各种风俗玩法。当然这种事情相信一直都是很多人心中的梦想，同时也是大家私底下津津乐道的话题。1000万日币也就是200万台币左右，大家能够接受吗？接下来这部由 RARA 演出的 IPZD457， 我话不想说的太重啊，可以说是这个月最顶的丝袜系作品，我点到这边就好。接下来这部是林村爱理的 ABF195， 同时今年2月1号也是他出道12周年，这是他演出一位在公司不断被性骚扰的 OL， 想不到他其实是扮猪吃老虎啊，因为欲望太强，在大家的刺激之下直接爆气反打一波，反而是大家都被他给榨干了。接下来这部也是2次元改编，都月刘一莎演出的 MIMK196， 剧情描写男主角一直暗恋的老师，有一天被主角发现，原来他一直是同学的跑友啊，非常治愈的 NTR 系作品。那接下来这部梁生林梦的 ABF188 题材也是相当有趣，把梁生带到全都是男人的工厂之后，丢在那边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当观众看着梁生帮工厂里的工人以各种方式疏解压力，肯定现实中的工作压力也减轻了一点吧。说真的，有时候可爱的女生穿着工装，反而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魅力在。就像当初沙仓真菜的工科少女造型一样，这部我是强力推荐呐。接下来这部是本庄凛的 STRT220， 剧情描写男主跟已经结婚的姐姐练习接吻，想不到天雷勾动地火，就一路上到本垒。那本庄凛的诱惑演技就不用我再多做吹捧，画面相当美好的一部。下一部则是桃乃木的 IPZ474， 之前有不少观众一直问他还有没有在拍片啊？星座这不就来了吗？这部我个人觉得啊，只要是喜欢形状好看的卡称就值得看一下，真的非常不错的佳作。接下来则是宫下绫奈的 MIDA008， 剧情描写在私下找糖果爸爸的他，却完全没有服务精神，总是用恶劣的态度对待爸爸。这边我要讲，他真的把那个冷淡嫌弃的感觉诠释得很好，就是封面上所说的言对应啊。那夜路走多总会碰到鬼，遇到强硬的客人，直接给他上一堂出社会的基础礼节。接下来则是这个月田野优的 SON1536。演出学生题材，说真的，制服能装下那副超大白兔，真的非常不简单啊。那本作卖点无疑就是看田野小姐挥洒青春的汗水，那个阳光个性搭配上诱惑老师的剧情，真的是瞬间就能带入男主角的身份当中，感叹着只要是男人都会犯跟他一样的错误呢。接下来则看到这个月的长兵密离，分别是 IPZD454， 这个可以说是经典系列啊，有意无意间无照驾驶来诱惑你，我就问啊，有谁能抵挡？还有这个 IDBZ016，这个是线上串流限定作品，没有多余设定，就是开房间直接肉搏，非常爽，非常精彩。那我个人真的蛮喜欢长滨的演出啊，因为常常可以看到他那个可爱的笑容，看着看着心情就会很好。好，那我们接下来看这部 NIMA047， 又是一部2次元改编，而且还找来最常演这个主题的2位啊，分别是吉根佑利爱以及伊爱丽丝。2个人从封面就已经完美重现这个造型了，内容当然也是挂保证的优质。除此之外啊，吉根这个月演出的 MIMK189 也是非常优秀，甚至同步率已经高到你会怀疑是不是当初这些漫画作者就是以它为蓝本在画的程度，实用度满分，强力推荐。再来这部就是 SON1531， 要看就是山田真绫这样一位笑容可掬的可爱女生，在挑战禁欲加上媚药2种元素的时候，会展现出多强大的解放演出。那果然成果也没让我们失望，真的是拳拳到肉。然后就是这部武田绫香的 JUNY146， 可以说是 Fitch 大将的他，在这个月走一个极端反差感，略带土味的眼镜造型，却被要求换上异常火辣的泳装造型，可以说是一种冲突的美感呢。再加上那个极度肉感的身材，可以说是满足了特定爱好者的心。接下来我看的是羽月乃昌，这位当初以超暴力身材跟神秘的口罩造型引起不少讨论。在前一阵短休几个月之后，近2个月可以说是发片大爆发。眼尖的观众也会注意到他的外形似乎更加精致，身材也更显精实，那实用度也是进一步提升了。像这个月的 DS545 跟 JUR209， 我个人就觉得都相当不错呢。下一部是这个 START231， 炼渊桃菜这种等级的身材，其实有时候啊，就是穿着贴身的
服装，反而更能够激起大家想象的空间，因为这样才会去让人联想到日常生活的时候跟这种极品巧遇的情境。正如我有一个好朋友讲过的，创作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要有生活感。我觉得这一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体现啊。那最后一部作品呢，就是梦乃的 SONE541，只能说学姐不愧学姐，这部大乱斗作品再次展现出她善战的技巧，甚至战到全身发红，可以说是真正的拳拳到肉，非常的精彩。只能说老将还是有独到技巧，只希望大学姐能再拍久一点啦。好，以上就是这个月份的推荐作品，大家新的一年也要加油。我是中聪，我们下次见。皆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感谢你的收看，也不要忘记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哦。谢喽。